解放军联合作战经验能否通过人工智能补足？来自对手的批评是不是值得好好听一听？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看国外的一些个专业作者、媒体评论解放军，不管是赞扬的还是批评的，如果说作者态度客观、端正、评价深入，我一般呢还是比较喜欢看的。当然，不等于说看完之后一定认同这些观点，但是这些观点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因为这些评论者往往会在评论过程中用自己比较熟悉的军事思想看中国，这样就给了我们不少了解别人思维方式的机会。前两天呢，就是14号那天，一个美国国防部出身的分析师，他从军队建设角度去评价、理解了一下解放军未来的发展前景。那么他的结论是什么？是解放军目前能力迅速扩张，但是实力未经考验，总体上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还是挺严重的。首先，解放军越来越强大，这一点他承认，但是他觉得呢，解放军有一个问题，就是跨军种联合作战能力还是没有效的形成，甚至是在军事思想方面、人的意识方面都做不到深入人心。而且有意思的是呢，他还认真阅读了解放军报的一些媒体，并且以这些媒体的说法为依据。比如解放军报呢曾经批评了两个现象，他就把被批评的两个现象中文词汇写出来，然后呢向美国读者解释了这两个中文词汇是什么意思。这两个词汇，一个是山头主义，一个是各自为战，说明解放军报都在狠批这种现象，证明了各军种之间联合的意识是不够的。另外他还提到，解放军报从2015年开始就多年来一直提出要解决部分指挥员5个不会的问题，就是不会分析判断形势，不会定下作战决心，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不会排兵布阵，不会处置突发情况。认为解放军报已经指出了解放军军官的培养还需要深入，现在的培养有问题。很显然，他认为解放军的领导机构也同样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所以作者发现解放军最近一些举措就很有针对性。那么国防大学去年就开办了一所联合作战学院，以解决以前联合作战教学能力不足的问题。2020年11月，解放军公布了联合作战指导方针条例和条令的纲要，体现了一个改革决心。但是要经过若干年才能看到改革的具体措施是不是合理，效果是不是能够让人满意。另外呢，作者谈到了解放军对人工智能的重视。作者认为人工智能不是不好，但是仍然是一个辅助工具。军事思想不是人工智能自己生成的，自动化也算不上真正的人工智能。而真正能够解决联合作战问题的，实际上是顶层设计，是高层的思维。所以很多国家已经认识到人工智能现在的缺陷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解放军在这方面认识似乎是高估了人工智能的潜在能力。其实他也是点出了最重要的还是人，是有思想的人和有智慧的思想。至于说这个作者的观点对不对，就我自己的接触和体会来讲，感觉有一部分相当准确，有一部分呢可能有些偏颇。但是我觉得遇到这样的观点，我们也不用急于反驳，不要当成吵架跟人家对着喷。其实这是一套学术观点，值得我们分析和评估。而且这些都是信息和资料，或者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关于美军了解解放军程度的开源情报。当然了，我们看待这些情报和信息也要进行选取识别，倒也不是所有批评解放军的文章都有价值。最近还有韩国媒体批评解放军是没有作战经验，我刚想仔细看一看，就发现这个韩国媒体说天下美军第一，韩军第二。我想算了，别说我了，恐怕美国和日本对这种文章都没法忍。好，关于国外专业军事人员对解放军的相关批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